嗨，大家好，我今天要带大家搭乘明日号2天1夜台东之旅。好，对，我们都可以取用，那前面后面都可以稍坐一下。明日号的明日厨房是台铁首星级的观光列车行动餐厅，由雄狮旅游运营。这台列车不止超美，还能一路吃到明日厨房很赞的星级料理。那我们就出发喽！来，有需要的话，把手机交给小五哈，来帮你们拍哈。这是黄色。你好，早安。你好。哦，这专车哦。欢迎搭乘明日厨房。谢谢。管家会在列车门口迎接我们，满满的仪式感。上车之后左转。我们这次搭的明日厨房由7节车厢组成，总共只有提供54个席次，1、2节是旅客座位车厢，3、4节是吧台、客厅的车厢。这里免费提供饮品、点心、手冲咖啡以及各种纪念品贩售的服务，也是乘客上车后的初步接待与中场交流的空间。5、6节是餐饮车厢，有2人桌与4人桌以及团体桌的配置，采用黑金色调奢华设计，配有大面积的景观窗与情境灯光。最后1节则是备品员工车厢，用来存放食材、餐具、酒水以及服务人员的整备车厢。这边就是一车。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雄狮领队小蔡，很荣幸有机会向您介绍这台列车明日号。明日号在2020年10月荣获日本好设计大奖，2020国际赛 Award， 是台湾铁道历史首次获得国际设计大奖的列车，由台铁局委托博成设计，选用1970年投入的莒光号进行全车厢的改造。改造工程由本土设计师操刀，外观以尊荣感十足的黑色，搭配记忆中莒光号经典的橘色调，保留台铁的灵魂，选出最独特的铁道记忆。在设计过程中，希望能够建构新与旧的完美比例。大家在车体上所看到的字体，均是采用日据时代所使用的字体规格，延续美好的怀旧铁路文化。内装采用减法设计，车厢内以自然地形地貌作为出发，暖灰、冷灰双色搭配，象征着太鲁阁岩石地景，并带入台湾四面环海，以岩石与海的关系，让蓝、白、灰3色在车厢内进行调色。座椅上的头巾，我们也重新配置，搭配着台铁的刺绣 logo。窗帘特别选自国宝级泰雅族染织工艺家有关打入的作品《岛屿四季》。国内铁道首次将5星饭店餐饮服务搬上移动的列车，2.0版的厨房的概念搬进车厢，并打造出舒适愉快的用餐环境。那这个保温瓶呢都会我们请我们的车服首席发给各位。保温瓶六角形的一个设计是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好握，比较好拿哈。那这个是一个日本设计大奖得奖的一个作品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瓶，等一下整个旅途呢都可以拿来装自己要喝的饮品。
镇海岸以东的12公里海面上，为孤悬于海中火山岛屿。龟山岛在地形上可分为龟首、龟甲以及龟尾。民国89年8月1号，龟山岛正式开放观光，并由东北角管理处负责经营。只要看到龟山岛，海岸就像是一个马蹄形，手朝东，隆隆的火车声。11点半，管家会来座位上领走我们去餐厅入座。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重头戏——明日厨房。明日厨房把台湾各地的当令食材搬上列车，边吃边看山、看海、看美景，真的超享受。然后它是一个我们今天的开胃饮，这是我们花莲米龙的是酿造的糯米酒啊，它喝起来呢会有一些青柠啊和香茅的味道。那旁边呢是搭配我们的通灵水，前面有一个小卡是关于糯米酒的介绍，后面还有一些调配的比例，浓度大概10%左右。所以如果大家你想要喝浓一点，那糯米酒可以就大多一点点，然后可以自己调配自己喜欢的酒感口感。那你们就慢慢享用哦，谢谢。谢谢。如果你不敢喝酒的，他也帮你准备这个同样瓶子的苹果汁，很贴心。美好的旅行。谢谢。这道汤呢叫做回到最初的起点，我们是使用花莲的文昌鸡。以前在海南的时候，文昌鸡它其实小时候是吃就是树上掉下来的椰子长大的，但我们还是用它这最原本的那个传统，用文昌鸡跟椰子水去做炖煮，所以这个汤喝起来呢会有一些微微的椰子的清甜味。那旁边的花草是装饰性，虽然是可食用，但是不建议就是搭配汤一起去做食用。那我们就可以先慢慢享用哦，谢谢。谢谢。我们非常适合搭配红酒，稍后的主餐做使用。毛膏鱼怎么可以错过？对，可以做多，都已经形容成这样了。直接整罐了。我们两个干一下。干一下。这款白酒因为它的风土环境的关系，它会比较多一些热带水果、风干水果的味道。尾酸的话会带点淡淡的类似百合或者是茉莉的香味道。那这一款的话，它比较没有单宁，非常适合当我们的主餐做使用。那就是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有路过宜兰的龟山岛，这是鳕鱼香丝，好好吃哦，好酥哦。然后它中间呢是用一整只鲜活的龙虾，然后旁边呢有小卷，就是澎湖的小卷和东石的鲜科，下面有新竹的米苔目，那两个就可以拌在一起吃。哇，除了龙虾，还有这么大的明虾，不愧是米其林的餐。然后你看这个小卷，哇，澎湖来的小卷。然后你看这个鲜科，超肥的，很赞哦。那个龙虾米苔目，那个米苔目很多，结果呢没有，米苔目只是装饰的。它的料真的超好的，每样都很甜。炸豆腐奶啊，我们为什么说这是明日号限定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除了它原有的气息以外，我们加上那个本地的世家去做调和，那吃起来呢会比较有层次和口感一些，那也会比较不那么腻口。吃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它内馅会有点烫，
对，那就是要小心吃。谢谢哦，谢谢。哇，口感蛮特别的，甜在心里。哦，蛮多莲子的，很港式的味道哦。是帅哥美女，真的是，那服务真的很棒。谢谢啊，谢谢。午餐后有2种行程2选1，一个是东海岸成功小镇的海光走读，另一个则是走访红乌龙的故乡。各位贵宾您好，再过10分钟，我们即将抵达东里车站。提醒您，东里下车的贵宾，请记得将所有随身行李携带下车，谢谢您。好，谢谢各位嘉宾的掌声。慢慢弯腰，起身也是要有尖叫声，表示身体健康哦。1、2、3，好，下次还可以见到你们，好不好？谢谢。好的，谢谢阿赖。接着搭乘明日号专属游览车来去成功小镇喽。来到成功镇，跟着金曲制作人钟慧勋老师走读他的家乡。成功以前叫做新港，是东部很重要的渔港。城广天后宫就在台11线旁，这是东海岸历史最悠久的妈祖庙，已经有超过150年历史。1949年火灾重建时，因为请不到西部的彩绘师傅，便由当地的平埔族原住民协助梁祝的彩绘，是有着原住民色彩的庙宇。
那边也是螯，对，然后这个是它的蟹身。远方这个就是三仙台。We could rent a room and watch the stars dance round the moon. Fall asleep to the sounds of the sea. With you right by my side, it's such a sweet life. Escape this time. 下一站是比西里岸与三仙台。这个海漂型的植物，有的是刻意去种，它是为了要定上。那我们的后面，你看可以看到很靠近三仙台，对，还有那个桥，对。那右边这个是一个原住民艺术家的编织，叫滚胶，那个是一个鱼篓，人可以走进去。哦，我们就进来了我们这个传统的渔村。那这个渔村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小小的房子，熏的黑黑的。那这个房子通常都是他们3月的时候捕获飞鱼的时候的那个熏飞鱼的小屋。他们熏飞鱼是为了要晚冬天的时候有食物可以吃。那他们因为又会种甘蔗，又会运用这个当地的植物，所以有的飞鱼是月桃味，有的是甘蔗香哦。他们就会用不一样的植物去熏它，然后呢，把它做成煮汤的一个高汤的基底这样子。最后，我们来到新港潜水小学校，来这里品尝各种在地的美味点心。如果你来到成功镇，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喝杯咖啡、翻翻书，或者是深入了解这座渔村跟海洋的连结，新港潜水小学校是非常有温度的推荐去处。吃甜的，我吃甜的。这个是海草。哦，好。这个是我看喝看看，这是什么味道？一种花草味。然后这个是红豆麻薯，这个是麻糬，是旗鱼松的麻糬。这个是旗鱼松的麻糬，这很少见。我们这里有一个洗手间。哦，好特别哦。好香哦。表皮也是微甜，有点微甜，然后里面呢，松松香香的旗鱼松。晚上入住知本老爷酒店，这里是东台湾第一家国际级温泉度假酒店，坐落在知本溪旁的半山腰，周围被翠绿的山峦环抱，环境非常的清幽哦。然后知本老爷以美人汤闻名，有好几个泡汤的风吕，房间里也有私人的温泉泡汤池。接下来开箱知本老爷酒店，这是2楼的房型，这是一个很大的镜子哦，它的厕所是独立的。好，这边是泡温泉的浴缸，然后进来以后，这里有一个小衣橱，2张4尺的床，还蛮大的。
这边所有的附的零食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坚果哦，还有好多饼干哦。哦，这是明日号送的一些小纪念品，冰箱。哇，他送的东西好多哦。他这个应该是蛋糕，然后还有饮料，都可以免费使用。小小的沙发区，外面的话就是饭店的景色。晚餐后来到户外区看原住民歌舞表演，听说最后还有抽奖哦。那个时候又没有这么强的技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男是女？所以有时候这是传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讲了另外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们有看到那个印度的新闻，对不对？好，他们就说呢，这里会流水下来哦，那这个水好像是那个神明庇佑，然后就从这个缝就一直不断流水下来。然后他们就有人去喝了之后，就发现了，原本呢就是身体觉得有点怪怪，但喝了之后呢，然后就发现身体变好了。那就很多人听闻之后就来这边要接那个水，有没有？就很多人来朝圣，然后就去装那个水来喝。结果后来才发现，上面有一台冷气。所以传说终究是传说，对不对？哦，那至于是不是呢？那这个有这样的故事哦。在新北市哦，那我们目前的乌来区有一个非常好的泉子，也是来自于碳酸氢钠，好，你知道吗？哦，他是阿嬷，他喝的这个水，他其实还是阿嬷哦，他没有还原的效果哦，所以你要修复哦，没有修复呢，哦，阿嬷哦，终究还是阿嬷哦，所以呢，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哦，就是你真的长期在这个地方哦，泡这个汤不会从阿姨变少女哦。那阿嬷也不会从阿嬷变阿姨啊，但是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什么？她因为常常在泡这个温泉，那她的皮肤会比一般一样的年纪的人会比较好。我们还没有医美的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保养。趁雷到那里停了，没有了，这里就是海湾山脉的最终点哦。然后呢，这里在过去的你现在看到的尖尖的那里，就是我们刚刚来的顶温啊，就是往那里去啊。然后呢，我们的后面呢就是台东市，发现现在变成这边有山，这边有山，所以呢，我们就是进入纵谷。好，那进入纵谷的第一个会看到的城市就是张惠妹的故乡。然后呢，它是我们目前卑南族之光，它是卑南族里面最有钱的。好，然后所有的部落里面的人都是他的员工。好，然后大概有300多个人。哦，那他们有曾经一次就是带着卑南族全部人包机出国玩。好，然后老板出资的那个人就是张惠妹。好，那他是一个很会回家乡就是贡献的人，好，所以他的根永远在这里。第二天，我们来到好食果子，这里是小农夫妻一起经营的果园。
红乌龙茶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全有机的，注入了一个蜜香的元素。那我们通常的蜜香红茶跟蜜香红乌龙茶都是来自有机或是无毒栽培的茶叶，才会有办法这个味道。大家可以一边品茶，一边吃吃看我们的木瓜，为这个今天的早上开启一个活力。那我们品牌创立的10年过程啊，其实所以我们的一切是从风靡世家开始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本日的重头戏，就是做果酱了。果酱一定要加糖，那为什么至少是半糖，不是3分糖？糖是最天然的保存剂。如果大家选择只是半糖或是7分糖，你在常温未开封的状态之下，可以放3到6个月。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冰箱。那如果你今天把它打开了，其实都建议大家要1周内把它洗掉。大家准备的是伏特加，它可以增加一个酒香。这瓶果酱回去怎么吃？有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配面包类的吐司或者是bagel，你可以直接沾起来吃。是超特别的，有一家百香果的凤梨果干。回程我们是从台东火车站，然后搭乘明日号，搭乘这班明日号到南港去。这个干酒酿，其实里面是零酒精、零糖分的稻米和水，然后去酿造而成，比较属于纯天然的感觉。那喝起来就是也比较健康又养生。干酒酿5分满，然后气泡水加到8分满。这个使用前要先摇一摇。好喝。然后加上我们的胡麻酱，等下就可以拌在一起去享用。你就慢慢享用了，谢谢。谢谢，好香哦。然后就可以打开，我们就可以享用。然后它也是用真的阳春去做成装。这洋葱汤也太好喝了吧，超赞的，好甜哦。今天的红酒啊，我们使用的是法国南隆河的一个红酒。那这一款的话会比较多一些类似于像黑莓啊，然后淡淡的一些香料，以及尾韵的一些焦糖的风味在里面，稍微可以试试看。好，谢谢。主餐是带骨牛小排。因为我们的话是使用美国的带骨牛小排，然后它是先用煎的方式，然后带出它油脂的香味以后，再用炖煮的，所以它肉质会比较偏软烂一点。然后旁边就有配马铃薯泥和一些烤时蔬，就可以再慢慢享用。谢谢。
它可能闻起来有点稍稍有一些咖啡的香气，但是它是倒出来都对咖啡味道，但是它就是没有像咖啡这么苦涩的感觉。谢谢。这个不是咖啡，是茶。这是真的金箔粉。它里面包的是洛神花，外面就很像甜甜圈，然后加一点肉桂粉，微酸微甜。它比较像吉拿棒，这是包凤梨的，都很好吃。太有趣了，连那个皮蛋的那个层次都做出来，对啊，太厉害了。它连汤匙跟盘子都用得很复古，真的好像皮蛋豆腐。这个是蛋黄的部分，哇，好好吃哦。然后我们只是说那一盘40，那你如果不要皮蛋的话，还是要35。有的人不吃皮蛋，但要那个酱油膏。我很认真的研究，那个香菜是不是香菜？是不是已经弄到你连香菜都不相信它是香菜？我就跟你说，就那个盘子、汤匙跟香菜是真的，你们能看到的。对，海苔也是真的看到。你们那个皮蛋豆腐那个芝麻好厉害。对。那个要一层一层，因为我们要做出有蛋白跟蛋黄，还有软心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分3次。第一次定型了之后，灌蛋黄，蛋黄灌完了之后，再灌里面那一个芝麻馅。吃得出你们的用心哎，真的。谢谢。提供吃得到吗？吃不到。谢谢，很棒很棒，太好吃了。谢谢你们，谢谢。酒的这一个香气，给它这个跟空气接触，让香气奔放出来。好，那很多人说，那这样我的醒酒我要怎么醒它呢？那餐厅会说啊，那我帮你放醒酒器，有些做一些的这个换瓶啊等等的动作。那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让它在杯子里好，然后让我喝去感受到它的这个香气，还有就是色度也会柔化，在杯子里面醒。慢慢的跟空气接触，其实那个效应跟它放醒酒器或者做其他的类型方式一样，你只要给它多一点点时间，让它跟空气接触，也都会有同样的效应。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感受到花莲好山、好水、好空气都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明日号加明日厨房算是台湾顶级的度假行程之一，很适合带家人一起来。对于不方便出国旅游的长辈尤其适合。那也希望这次的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开启小铃铛、按赞并分享哦。你的赞是我们影片的最重要动力。我们下次见。也祝福各位贵宾身体健康、顺心如意，也期盼我们下一个明日再相见。谢谢。